嫁老外有一个缺点，他爸妈容易讹上你。我的公公和婆婆10天前离开了中国，今天又回来了。那张拿铁呀，刚消停2天，孩子昨天开始才不做噩梦，今天过生日，正闭着眼睛许愿过几天消停日子呢。是咋回事呢？上次我公公婆婆来呀，大家都发现了，我这个公公他特别有梗。我婆婆温蒂呢，就从我们公司头部艺人沦落到了群演。但是从很多画面中啊，其实你能看出来他的不忿。他觉得他出道多早啊，突然就是个资源咖。所以温蒂上次是带着各种不服气走的。但是这人算不如天算呢。他刚走，我接到一个节目组邀约，邀请我跟温蒂一起去参加一档综艺，是和其他几对知名婆媳一起出去旅游的一档真人秀。3月末开始录，让我问一下温蒂的意向和档期。我打电话一问，温蒂立马就支棱起来，就问我俩问题：机票报不报？我请假旷工的这一天，工资给不给？我说那肯定都给。第2天温蒂机票就买，转身就开始复仇，告人布莱恩。这次回中国呢，带你是情分，不带你是本。你来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当好我的助理。我要参加的是综艺，我是一个明星 star。布莱恩被他说的大气儿不敢出，但是呢，布莱恩实在是太喜欢在中国待着了。嘴还馋，忍气吞声就跟着他来了。哎，人算又不如天算，他俩正收拾东西要去机场呢。节目组跟我说，现在出现了一点变化，节目暂缓。当时我就懵了，你说温蒂假都请完了，马上上飞机了，我咋办呢？最后我啥也没说，两口子就来了。此时的张拿铁正要过4岁生日 party， 正乐呢，要去儿童乐园了。那大胖媳妇开个4门版保护巴士给我们一家都拉去了。这个车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刚好够拉4个大胖媳妇，主要是小好停，不怕卡北京胡同里。张拿铁刚看到这车可高兴了，他以为这是大胖媳妇给他买的生日礼物呢，没想到这次最大的生日礼物居然是他奶奶，而且是一个因为觉得自己要当明星特别飘特别狂的奶奶。哎呦我的妈！为了成为顶流，温蒂还在加拿大给自己置办了几套时装。唠嗑，突然间告诉布莱恩水要加冰 ，OK？ 布莱恩就得伺候，还教育布莱恩，你赶紧在中国怎么点外卖，软件该下下，我喜欢吃啥喝啥，怎么跟中国人沟通，那中文该学学，你勤快一点。你或许是个网红，但是我现在是个艺人。我实在是不能瞒了，我就告诉温蒂了，我说综艺啊暂时不录了。但是我也知道你俩没有那么多存款，都破产了。你这个机票呢，我给你报。那这些天你俩来都来了，就多录短视频。那咱家现在短视频的明星呢，确实还是布莱恩。布莱恩此刻还在给温蒂捏脚呢。听到这话的一瞬间，I'm a little thirsty. You mind? Here you go. Thank you. You mind? Yeah. Wash my feet. Oh, yeah. 哎，俺家张拿铁呀，办加拿大护照的时候被加拿大给拒了，不知为何加拿大人不认可他是加拿大人。是这样的，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像我们家这种父母一边是中国人，一边是外籍，这些串啊可以同时拿中国的户口，也可以拿外国的护照，一直到18岁之前可以脚踏2只船，直到18岁的时候自己选择一边，放弃另一边。张拿铁呢，虽然出生以后就没离开铁岭，但是在奶奶温蒂的眼中呢，孙子一直是一个加拿大的游子，所以就一直盛情邀请这个从来没出过国的张拿铁回一趟他的故乡加拿大。我们寻思呢，可能将来有一天是要去看看，这样的话呢，就需要给他办加拿大护照。我们是今年6月份提交的申请，把张拿铁所有的情况都解释的清清楚楚。他爸就等着，哎，一拿着护照，带着拿铁衣锦还乡呢。结果4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信儿。拿铁衣服都很紧了，依然无法还乡。我们寻思咋回事呢？然后前天就登录网站查了一下他的办理进度，一查很刺眼呐，拿铁章未被受理。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哪些疑点，让加拿大方对张拿铁是加拿大人这个事儿颇有微词。大胖女一看儿子未被受理的结果，那气得口吐芬芳啊，跟我说：“你说加拿大作不作？人口本来就不多，又拒一个，又拒一个。关键是吧，张拿铁的户口前2天不让他奶给整丢了吗？现在呢，家方又拒绝，在身份这个领域上啊，看起来很光鲜，实际上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在张拿铁的户口得到补办之前，这个人在宇宙里很神奇，他存在，哎，他又不存在，他是一个户籍黑洞，薛定谔的铁，薛定谔的铁。然后通过护照这个事儿哈，我就发现大胖媳妇整个这个人有很大变化，被我妈同化的非常严重。我跟我妈说，我说张拿铁这护照的事没办下来，我妈说，那你俩不知道努力吗？照搁以前吧，大胖媳妇肯定怼他，结果这次来一句找人。我妈说，哎，让铁岭户籍科给递个话，这相关部门系统都联网的。大胖媳妇说，那给送点锦旗啥的。我妈说，
锦旗不行，你得整个月饼啊，这个大闸蟹呀、这个礼盒之类的。大胖姐说懂，月饼底下放张卡。俩人是击掌相庆了，还得我说你别搁这扯淡，现在没有人整这事儿了。他这个被同化体现在方方面面，买了3箱邦宝适拉拉裤，说是搞活动。我说现在用京东 Plus 囤邦宝适不用等折扣。这几天从北京到铁岭，张大姐在高铁上跟着一路折腾，邦宝适散热拉拉裤全程 hold 住，所以家里离不开邦宝适兜着，大人少操心。最严重被同化的就是儿子的教育问题。张大姐不是被双语幼儿园给拒了吗？她以前根本就不在意，说咱儿子最适合应该去武校，去什么双语？现在被我妈洗脑呀，认为教育非常重要。昨天跟我说，实在不行咱也找人，不行的话我打个电话，咱领他去找我老公吧，能给办。我听完都懵了，他以前也没提过有这个人啊，唠半天我才明白，他认为他现在汉语越来越好了，开始炫技了。他认为中国人的汉语好，最能体现炫技的一个技巧就是缩读，比如你把工商银行简称为工行，这就能体现你汉语好。他也炫技，他想说的是不行的话找人，找他以前工作过的幼儿园，也就是他老的工作，他自己给缩写了，结果就是要领我和孩子去找她老公，找她老公。我今天在东北，说话就是张大姐，你加拿大护照没办成。可是我赢了。拿去，我给你。哎呀，大胖媳妇和他妈在成都干起来了。 You don't eat any fish. If it wasn't a watermelon, you'll die. Too spicy. Jamie, Steven, Mulholland, that's enough. 完了，姨奶你爸干起来了。这特不错。温蒂中国行第2站，我们来到了成都。温蒂他们仨吧，就非常非常挑食。我说你们这样来成都可有点遭罪。温蒂说我不挑食，我只是有些东西不喜欢吃。我说你不喜欢吃啥呀？他说我不喜欢吃动物的血、动物的内脏，除了土豆以外，所有的蔬菜、葱花、香菜等配料，以及所有辣的东西。结果到了成都，第一道菜毛血旺。怎么说呢？刚才温蒂说的今生所恨，尽收眼底了，不能说是阴差阳错吧，只能说是应有尽有。他问我张彩明，你说实话，这菜是不是临时发明出来针对我的？他说动物中他只爱吃鸡，我让厨师辣子鸡做个微辣，但上来还是这样的。温迪问为什么只有辣没有鸡？我说有鸡不太辣，他说太辣没有鸡。我跟外国人关于辣子鸡陷入了无稽之谈，这就导致来到成都之后，他们仨啥也吃不了。我们一起吃完饭，大胖媳妇老得领着他妈再去买鸡块、薯条、土豆泥。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乐山大佛景区，去的时候吧还挺开心，背了一大包东西，怕孩子饿着晒着，想的可周全了。但是吃午饭的时候就爆发矛盾了，景区附近吧全都是川菜，大胖媳妇还特意给他们点了个西红柿炒鸡蛋和京酱肉丝，但是温迪他们依然觉得辣，吃不了。我还问我说你怎么定义辣呀？微辣、麻辣、变态辣哪个算辣？温迪说我觉得蒜末、葱花、黑胡椒都算辣。于是12个人一桌，仨不吃，本来就挤，气氛十分尴尬。我不要听你们都打我吧，打我吧。温迪就问大胖媳妇你就不能给我们找点我们能吃的吗？大胖媳妇说我特意给你点的菜，那2岁男婴和坐月子的都能吃，你咋不能吃？再说就因为你们所有人来到四川，放着川菜吃不了，去快餐店陪你们站着挖土豆子，你不觉得很不公平吗？母亲。然后温迪就生气了，哎妈，乐山大佛都没有化解俩人的矛盾呢，完生气了，他俩像没事似的，我有点着急，我好像总觉得就是毕竟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作为主人我有点上火。大胖媳妇说这有啥上火的？你当年去加拿大的时候，那些加拿大人请你吃的糊土豆子、炸土豆子、烤土豆子等加拿大菜的时候，你也没有预期说那不行，我到这儿别人得领我去吃中餐，得吃小鸡炖蘑菇。我一听我说我觉得你说的对，他们不适应也不是我的问题，我也不上火了，不管了。然后过了几个小时，温迪就有点忍不住了，就主动来跟大胖媳妇示弱了。我并不是一个刁钻的人，只是从土豆子到毛血旺，我也需要一点时间。我跟大胖媳妇说，这折腾一天，其实你妈也挺用心，给全家带的这理肤泉 B5 修复霜太准确了，晒红脱皮问题修复的又快又好，没有酒精，像扎铁脸上这样厚厚敷一层，15分钟后擦干净就行，脸上身上都能用，在家出门都备着，像敏感、泛红、干燥、起皮等等皮肤突发问题都能用。娘俩暂时算是破冰了。然后我发现温蒂他们挑食这个问题哈，其实也好治，就跟小孩似的，他不吃你就饿着他，你别心软，2顿饭之间别给零嘴，饿到位了自己就好了。果不其然，下午3点33分许，温蒂花3块钱买了个淀粉肠，嘴硬说是给孙子买的，其实让他吃，温迪说你也得理解，我们是外国人，我们天生的味觉和中国人就不一样。大胖媳妇指了一下张大铁说也不一定吧。哎，俺家俩孩子去参加一场婚礼，当了一次花童，我就发现俺家张大铁呀，他净操那个没用的心。这是一场中西结合的婚礼，新郎是澳大利亚人。我们家在澳大呢，这是人生第1次当花童。但是张大铁呢，他在铁岭已经当过2次花童，在花童这个工种上，人是经历过就是专业培训的。每次婚礼的头一天晚上，他要被拉去彩排，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张大铁属于一个老婚庆。那么咱们这个老婚庆啊，他第1次来参加西式婚礼，还是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的。婚礼头天晚上，俩孩子还在家彩排了一遍，结果走到台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咱也不知道突然间是谁的哪一部分的基因被唤醒了，突然间整这么一出。观众在哪？啊，观众在这儿。让我讲讲这边，不需要你整话，这是小鹿和汤包的婚礼。
你就让我讲两句呗，讲两句呗。第二天我们这不就去婚礼了吗？到那一看，有很多外国人，我就看那现场的中国人呢，亲戚朋友啥的都在操心什么吃的呀、衣服啊，啥都张罗好没。但是呢，外国人来参加婚礼，他不管是多亲近的人来参加婚礼，就奔着一个玩儿。婚礼开始前3小时就已经开始喝多了 ，party 尽兴。人家翟小达表现得非常自如，而张拿铁又出现了短期的不适应。然后这不仪式就要开始了吗？那张拿铁是个老婚庆，那他之前接受到的培训是会有人给你喊口号，会有人控制你的速度，到哪儿有一个点位已经画好了，你就在哪儿停，这都是步步有规划的。今天呢，就是什么指导都没有，就是随意走，随意撒。张拿铁就回头看着他的队友们，就问走到哪儿啊？没人搭理他，他又问那谁喊121呀？无奈这些人一个是不在乎，一个是听不懂，根本没人回应他。当时铁哥那个心操的呀，皱个小眉头。你瞅瞅这帮人无组织无纪律，没个正形。我这一天我这心操够够。于是当主持人一说，下面有请话筒们。张拿铁瞪着一双恨铁不成钢的眼睛，踩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直勾就过去了。翟小达那天像一个公主一样美，我在那看的我都醉了。我一眼没瞅张拿铁，人已经过去了，而且气性太大了，直接绕过了新郎出去了。当媳妇都没看着他儿子，问我翟小达走完了真好，张拿铁啥时候出场啊？我说已经出去了，陪娘家姐去了，发烟呢可能是。啥时候他上呢？马上。这天折腾起来比我们自己结婚都累。带我们安全回家的是24款理想 L7，家庭5座旗舰 SUV， 适合我们家庭出游。后排皇后座是我的最爱，SPA 级10点按摩，特别解压。这让理想同学帮我们放点孩子们爱听的音乐，旅途就是一种享受。回到家我就特别想逗一下俩孩子。我跟翟小达说，我说你看你说你那么美又那么专业，那爸爸妈妈结婚时候你咋不来呢？那别人的婚礼你都能去，你妈和你爸的婚礼你居然都不来，为什么呢？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 I'm sorry。张姐过来。你为什么不来妈妈的婚礼呢？我年轻时候去的呀，我去过。你哪有年轻时候？别臭白话，你就没去。那你下次叫我肯定去。